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成男神收割机，搭档一个比一个帅，你更喜欢谁呢？作为90后的一线女星，杨紫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，也搭档过很多男神，比如井柏然、程毅、肖战等。不得不说，杨紫真的是多才多艺，可以匹配每个男人。演员们都有 CP 感。除了已经播出的作品，杨紫手里还有很多待播剧，搭档的演员一个比一个帅。让我们看看哪一对是最好的。长相思搭档邓威、张晚怡、谭健次。这是一部古装玄幻仙侠剧，讲述了流落荒野的高薪王姬九瑶、逍遥氏先后与3个男人发生情感纠葛的故事。杨紫出演逍遥温小六，3位演员张晚怡、邓威、谭健次。张晚怡饰演轩辕太子轩辕，他是逍遥寄居篱下的表哥。找到逍遥后，他恢复了身份。谭健次饰演相传的9头妖香柳，他和温小六素不相识，他恋恋不舍地埋下心来。邓威饰演青丘之子涂山璟，生命危在旦夕时被温小六救下，两人在朝夕相处中逐渐生出爱意，最终两人隐居。天长地久搭档范丞丞，这是一部青春群像剧，讲述了黄英子、江怡、关超、庄远、方明玉等一群在国门大院长大的少年燃烧热血的青春往事。独资企业，在这部剧中，由杨紫搭档范丞丞出演，杨紫饰演黄英子，范丞丞饰演江毅。两人青梅竹马，经历成长蜕变，携手应对一个又一个挑战。两位顶级主播的首次合作还是很让人期待的。欢欢的故事搭档徐凯，这是一部改编自同名言情小说的女性励志剧，讲述了平凡少女程焕不平凡的人生经历。洒脱都市少女，人生观低，与妈妈和解，放飞自我，拥抱幸福，人设超级吸睛。杨紫饰演女主程欢，搭档是高材生徐凯。从颜值上来看，两人还是很般配的。目前该剧正在热拍中，向观众传达新时代独立奋斗女性的理念。02娱乐圈老死不相往来的明星杨紫、马天宇榜上有名，他们简直毁了自己的青春。现在的娱乐圈也是有明星的，只是竞争越来越激烈，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想要谈好人缘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娱乐圈，还是可以看到，还是有一些明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比如张一山和杨紫、何炅和谢娜等等，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不能用友情来形容。但是在这个现实中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，娱乐圈中还是有很多明星关系不好的。虽然在镜头前他们演得很好，但私底下他们早就形影不离。首先以杨紫和马天宇为例，他们曾经一起出演《我的毛克利男孩》，但现在疏远了，这是很不能理解的，因为平时在娱乐圈合作之后结成的友情还是比较亲密的。但是他们两个是不同的。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，在《我的毛克利男孩》宣传期间，两人发生了较大的分歧。因为马天宇是第一，杨紫是第2，所以杨紫拒绝参加晋级。这样的不满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些矛盾，直到今天两人也从未同框露过脸。再比如刘亦菲和杨幂，这2个人在娱乐圈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和地位，也是出演过《神雕侠侣》的好姐妹。平时她们经常互送生日祝福，看起来关系很好。但她们之间的矛盾也在影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爆发。电影版《三生三世》首播时，刘亦菲力压杨幂成为票数最高的女主角。不过由于后期制作时间的关系，电视剧版先于电影版播出，杨幂形象越发深入人心，让她饰演的白浅成为了网友们最喜欢的角色之一。被劝去看电影版《三生三世》的网友发现，刘亦菲的电影票房惨淡。虽然外界一直在猜测两人的矛盾是否因此而爆发，但其实这只是刘亦菲和杨幂关系不好的一方面，还有其他原因。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刘昊然和谭松韵，他们之前曾一起出演过电视剧《最好的我们》。在影片中，他们的 CP 搭配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，更被影迷票选为最佳 CP。但在狗子队拍到他们共进晚餐后，他们之间的冲突爆发了。刘昊然的粉丝指责他炒作，要求其团队删除照片，引起谭松韵及其团队的不满。随后，两人悄悄分道扬镳。
虽然事后刘昊然亲自解释说两人只是好朋友，并没有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有什么特别的互动，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，两人的关系就变差了。看到这里，大家一定和笔者一样不解，为什么这些明星之间的关系会变得这么糟糕呢？而从这些明星关系的破裂，引发了更多的质疑和反思。是因为职场竞争、个人矛盾，还是缺乏经验和相互了解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，但是大家要明白，一个人在娱乐圈的发展，离不开团队的支持和人际关系的经营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，找到真正的朋友并不容易，但并非不可能。期待那些用爱和真诚建立起来的友情，在娱乐圈继续发光发热。2023年6月没多久，李沁就用这种方式毁了全场人气。继《飓风》和《人生之路》之后，又推出了一部古装剧《梦中的大海》。家喻户晓的精卫故事显然是央视的拿手好戏，播出后的数据也相当可观。剧情显然是一大亮点，将70年代的纯爱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作为男主角的肖战不仅长得帅，饰演的肖春生也和北京小爷的气质高度吻合。他的演技稳定，演技水平已经彻底撕掉了偶像演员的标签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肖战搭起了《梦中的大海》的话题，和肖战搭档的另一位女主成了拉胯的对象。女主被女配抢了风头，不只是因为戏份多。李沁饰演的童小梅是《梦中的大海》的焦点人物，肖战饰演的肖春生正式搭档，也是彼此人生转折点的重要人物。不过，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，刚上线的时候就被女配角抢了风头。曹斐然饰演的配角何红玲，一出场就非常擅长演绎傲娇女配。相比肖春生被误认为是图书馆女郎的遗憾，观众觉得何红玲和肖春生才貌双全，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都很合适。就连童小美最好的朋友叶放，存在感也比女主童小美强。在剧情设定中，叶放是一个正直耿直的大院子弟，他真诚洒脱，有着自己的理想追求。在与童小梅通电话的画面中，叶芳浑身散发着现代女性独立的光芒，而童小梅则相反，逆来顺受，胆小怕事，说话做事都没有底气。一开始，观众误以为是女性角色造成的，影响了女主童小梅的气场。然而随着剧情的推进，观众却意外地发现，童小美本身的性格一点女配的气场都没有。女主李沁的表现完全削弱了角色的闪光点。比如在图书馆的捉迷藏戏里，童小梅生怕被发现就偷偷溜进了图书馆，而李沁的表现却不咸不淡，从容不迫，存在感很弱。在整个过程中，观众们更不知道肖春生为什么会暗恋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。在播出后的剧情中，李沁饰演的童小梅一直是大家的背景板，在难得一见的镜头里，她也显得呆板平庸，没有女主特有的表演氛围感。单从李沁的表现来看，童小梅就像一个普通的寒门姑娘，知识平平。但实际上，童小梅是陆军大院司令的女儿，她喜欢读书，有上进心，有独立的人格，她兼具美貌和内涵。李沁对角色的诠释完全背离了剧中的角色设定，这也直接导致了只要她出场，观众就无法入戏。差评无数，女主平庸，演技太单一。有网友直言李沁的脸有问题，吐槽她痛苦的脸看起来很憔悴。事实上，在《梦中的大海》中，李沁确实化了淡妆，脸也黄了。她看起来病了，没有生气。在特写镜头中，观众甚至可以看到李沁脸上的沧桑。她的皮肤黄溜溜的，整体状态跟美字毫无关系，引得观众疑惑，是不是自己的审美出了问题？毫不夸张地说，李沁的演技状态更符合《人生之路》中浓妆艳抹的农村姑娘刘巧珍的角色设定。查了一下，发现电视剧《梦中的海》和《人生之路》几乎同时开拍。《梦中的海》去年2月开拍，6月杀青，而《人生之路》3月开拍，9月杀青。从《梦之海》中角色的投入度和存在感来看，李沁在《人生之路》中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刘巧珍身上。两部剧中的角色太像了。虽然人物设定和妆容大相径庭，但演员的表演状态却相当混乱。这也是为什么《梦中之海》里的李沁一脸苦涩，明明年纪虽小，却显得谦虚不自信，就好像干了半辈子农活一样。很显然，李沁在塑造童小梅这个角色的时候，
并没有跳出刘巧珍这个角色，以至于本该是司令千金的冷艳气场早就没有了。再加上李沁与角色的契合度不佳，作为演员的李沁一直处在演技的舒适圈，更加强化了她演技单一的问题。很多观众认识李沁是因为电视剧《红楼梦》，但是在塑造薛宝钗的青春之前，李沁是妥妥的戏曲专业出身，花旦浓妆艳抹，表演起来异常紧张，演戏时的五官也比平时硬朗许多。即使成为演员之后，李沁的演戏习惯也没有太大改变，尤其是在演扣人心弦的感情戏或刻画活泼的人物时，一目了然，容易出现五官张扬、用力过度的情况。在人生之路中，李沁经常笑着摇头，但在电视剧《梦之海》中，她不是一动不动、面无表情，就是过于咄咄逼人。她看台词的时候，就像小学生背课文一样，口感极强，动不动就咬字。无论是李沁苦涩的外表，还是演技的局限，她都成为了《梦中的大海》中水火不容的女主。即便和她演对手戏的演员肖战和刘瑞麟算不上演技实力派，但她的表演还是很突兀。作为女主，观众评价女主李沁是全剧最差的也不为过。但是以李沁的人气和口碑来看，这样的表演迟早要辜负观众。总而言之，李沁在《梦幻之海》中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。她塑造的角色不咸不淡，不仅颜值跟不上，演技也不敢恭维。本来节目的大部分观众都在看肖战和李沁，但是李沁这种拉胯的表现无疑让观众们的心都凉了。好在节目才开播不久，说不定李沁以后的表现会有所提升呢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